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修侧门的小豹群峦救援生存系列第12集。我们今天的话要把干锅给做出来，也是群峦救援生存的前期一个转折点。然后使用干锅的话，需要在底下放这个燃烧室进行加热。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青铜燃烧室吧。不同的燃烧室它提供的能量值是不同的。不过家里的话青铜好像不是很多了，我们再去烧一点。在计算机里面计算一下这个锡金加上铜的配比。然后把它放到群峦的干锅里面烧，多烧一些啊，我们后面的话应该是有用的。然后因为咱们要做格雷的干锅了嘛，做了格雷的干锅之后，我们就不再需要生铁锭来合成后续的钢了，所以咱们可以把这个高炉给拆了。这个高炉上面还可以拆下来24个锻铁板，是我们之前做的，这锻铁板可以拿来直接用，特别方便。还有这个风箱和自动鼓风套装，我们都可以拆下来，拆下来之后可以拿去给我们那个群峦的干锅使用。本来用这个群峦的干锅，我懒得做自动鼓风啊，一直都是手动的，现在就可以自动弄了，就方便很多了。然后的话再去挖一点煤，这边的话有一个露天的煤矿啊，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一整片都给挖空。好的，那这边的铜的材料也已经烧好了，我们来做一个铜的燃烧室。燃烧室做完之后，再做一个粘土的干锅，还有粘土的模具。干锅的话需要用到一个红钢板或者蓝钢板，正好家里的话红钢之前多做了几个，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。把红钢板放在针上面焊接一下，然后再把它压成薄板。我们接下来用那个格雷干锅的话，就不需要用2个锭弄成一个板了，在格雷干锅上1个锭可以做一个板，而且也不需要一步一步的做这个红钢。把这个格雷干锅给烧一下吧，以后有了这个格雷干锅之后，我们烧各种矿石都特别方便了。那我们现在有自动鼓风的话，这个干锅先不用管了，就让它烧着。说一下家里的水果啊，都已经成熟了。之前种的这个水果过了1年了吧，它终于成熟了。我们其实现在已经不太缺吃的了，各种食物都有。后面的话可以把各种食物都收集起来，做一下三明治。好的，那等了一会儿之后，我们这个干锅终于烧完了啊！接下来再烧东西就比原来方便很多了。这个格雷干锅的话，它不能加工原矿，就是我们挖下来的那个矿石啊，可以先到粉碎机里面打粉，打粉之后变成了2倍的产量，然后再放到群峦的干锅里面，直接烧成单个矿物的锭，也不用经过那个合金计算器的计算，烧成锭之后就可以直接拿到格雷干锅里面去烧成新的合金了。这样子直接讲可能不清楚，我们后面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先制作一下从格雷干锅里面拿东西需要的工具，因为这个干锅的温度比较高啊，如果我们手拿的话，可能会发生意外。制作钳子需要弯曲铁板、螺丝钉还有杆，我们用锻铁的材料就可以制作一个。然后是铲子，这个铲子制作起来也比较麻烦，也是可以用锻铁的材料制作。我们先制作铲头，然后把铲头做成铲头的毛坯，再把这个铲头的毛坯做回铲头，就很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来来回回的。好的，那我们做完之后提交一下任务啊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放置我们的这个格雷干锅了。在底下放了燃烧室之后，在顶上放干锅，然后放一个导管啊，再放上这个模具。这个模具想要使用的话，我们需要凿出具体的形状。凿形状的话，又要单独制作一个凿子。凿子的话，也是可以用锻铁制作的。我现在展示的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合成方法，大家如果是跟着玩的话，不要做错了。然后我们可以拿着这个凿子到这个模具上面给它凿孔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东西，就给它凿什么样的孔。这里是一张这个群峦模具的图，我们可以对照着这个图来。比如咱们现在比较缺的是板啊，我们就先凿一个板的模具。板的模具就是把所有的孔都敲掉，敲完之后，等我们烧好金属，只需要右键一下，就可以把金属提炼到这个模具里面了。那我们接下来演示一下啊，先往里面投一个黑钢，把这个黑钢烧一下，我们做一个黑钢的板出来。底下的话需要放燃料，然后用格雷的打火石给它点一下火。点完火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注意顶上这个熔炼干锅的温度了。当前的温度的话，千万不能超过2500度，不然的话它就会直接爆炸，会炸锅。炸完锅之后，不但东西没了，我们人也会死。想要让它停的话，我们可以选择把这个前面挡一个方块啊，或者是用扳手把这个底下燃烧室给直接挖掉。挡方块的话，有可能还会上升一点温度啊，所以的话用扳手挖掉是比较安全的。然后呢，我在录制视频的时候不知道它到2500度会炸啊，所以的话非常惊险啊。这个温度到了2499度，我才去把底下这个燃烧室给敲掉，然后还用身体碰了一下这个干锅，因为它温度太高了嘛，所以就直接把我给烫死了。大家要千万注意啊，这个温度很高的时候可不要碰到它。那么我们这边的这个黑钢现在已经烧好了，我们只需要右键点一下旁边的这个模具，
里面的黑钢就会变成液体，然后导出来，导到这个模具上面。等导出来的这个液体降温之后凝固啊，它就可以变成板了。变成板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用钳子把它给夹出来了。然后我这里的话是忘记用钳子了，但是因为它的温度已经降了嘛，所以有没有钳子也无所谓了。在这里看到这个黑钢的熔炼温度是1830多度啊，超过这个温度之后，我们其实就可以直接取它的液体了。不一定非要等到那个干锅的温度到达2499度啊，干锅温度太高，我们可能来不及给它控制啊，然后不小心就炸锅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干锅已经做好了，我们接下来做一下高炉。之前没有做这个高炉，是因为它里面需要很多的黑钢的板、钢还有螺栓什么的，这几个东西要是放在针上面做起来就特别麻烦了，而且要贵很多。不如直接放在那个干锅里面做，我们只需要重新烧几个模具，给这些模具抠一下对应的形状，直接就可以熔炼出来了。烧这个模具同样时间也是比较久啊，我们等待这个时间的话，去接一点牛奶喂下牛，把牛奶收集过来放在我们的桶里面，我们后面要做乳制品需要用到这些牛奶。好，那么等待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这边的陶瓷模具也已经烧好了，我们可以拿去添加在这个干锅上面了，可以多放几个，我们需要挺多种不同的材料的。现在这边抠一下我们需要的长杆吧，我们熔炼出长杆之后就不需要做普通的黑钢的短杆了，因为像这种黑钢的短杆它是可以直接用锯子锯成2份的。然后这边的模具的话，我们就普通一点，做一个定的模具。定的模具是直接抠出一个3×5的长条，然后在这个干锅的顶上可以再加一个门啊，加了门之后我们踩上去就不会受伤了。这边的模具我们抠2个点，中间2个点抠了之后，我们可以做出螺栓，2个螺栓就可以合出一个螺丝了。那我们这个高炉需要的材料，需要的这个板都已经做好了。我们现在家里的黑钢不多了，我们现在看一下想直接熔炼出黑钢需要用到什么材料吧。只需要几个镍锭、黑青铜还有钢锭，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干锅里面做出5个黑钢了。所以的话我们需要先弄一点镍锭还有黑青铜锭，这个黑青铜锭其实也是可以直接放在那个格雷干锅里面烧的。我们现在家里的话还是有一些材料的，先来试一下吧。我往里面丢了2份黑青铜、2份镍还有6份钢，等它们3个的温度都到了之后，它就会直接变成黑钢了。好的，那现在它是烧到了1900多度啊，右下角也显示了，它现在里面已经变成10份黑钢了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扳手把它底下这个机器给敲掉，然后把里面的液体导到旁边我们需要的模具上面。首先是一个板，然后的话需要长杆啊，长杆的话需要2个。大家要注意啊，拿这些工具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用钳子，我忘记用钳子死了好多次了，因为它的温度太高了，我们直接用手拿是拿不了的。由于刚刚我挂了一次，这个干锅温度下降了，它导不出来了，我就重新给它升温了一下。又因为里面的金属被我取得差不多了，在里面金属比较少的时候，它升温速度是极快的，就导致这个干锅啊一不小心爆炸了。还好里面刚刚好像只剩0.75个金属了吧，那个螺栓需要消耗的金属不是整数啊，所以的话只浪费一点点。不过制作干锅需要又浪费掉一个红钢锭啊，还是比较难受的。正好我们家里还存了一点淬红钢，如果没有这个淬红钢的话，我们要重新烧一个红钢，太麻烦了。等重新做出来干锅之后，我要先烧2个红钢锭的薄板放着备用，防止下次又不小心炸锅。不过其实我们在烧东西的时候不要到处乱跑，这个锅不是很容易炸的。好的，那么这个焦炉的核心的材料已经有了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焦炉给制作出来了。到这边把这个焦炉给摆放一下，在里面我们只需要放上煤炭，然后用打火石，格类的打火石给它点一下火，这个焦炉就可以开始工作了。它可以在里面把煤炭烧成焦煤，焦煤可以提供的燃烧时间更长，并且会导出一些杂分油，每次可以烧16个煤，效率还是比较快的。我们可以在边上用木质的储罐把里面的杂分油导出来，不过这个储罐的储存容量不是很大。你看我们现在是稍微烧了一会儿啊，这个里面只烧出了32个焦煤，这个杂分油就满了，连带旁边那个储罐也一起满了。它一满了之后，这个焦炉它就不工作了，所以我们得想办法优化一下这个焦炉的结构，把里面的杂分油给取出来。其中的一种方法就是制作一个垃圾桶，把杂分油直接倒到垃圾桶里面，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个容量超大的储罐，不过这个储罐需要25个罐壁，也就是50个锻铁板啊，真的非常贵，所以咱们暂时先不选择这种方法，好吧？在没有制作垃圾桶之前，我先简单的优化了一下它的结构。一边的话是把里面烧出来的焦煤给导出来，然后左边的话放了一个储罐，然后连接导管，导管的话再连接一个净洗盆，这里面的焦煤可以直接导到净洗盆里面，然后我再把净洗盆敲掉，就这样手动的把里面的杂分油给取出来啊，让它可以继续运行下去。
不过这肯定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了，我们还是得先去一趟下界啊，去收集点烈焰棒来制作那个末影之眼，从而制作虚空垃圾桶。除了末影之眼，还有一些黑曜石板啊，我们可以在主世界制作的，先把它做了吧。这个黑曜石板可以在这个搅拌盘里面制作啊，用岩浆加上一些水，然后用手搅和搅和，就可以把这个黑曜石给搅出来了。搅出来的黑曜石再投到干锅里面，就可以直接烧出黑曜石板了。在取板的这个地方给它取出来，凝固了之后直接就是黑曜石的板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去一下下界吧，我们要往地底下挖。那个下界的传送门我们需要建到 y 轴小于64的位置，不然的话生成的位置会在地狱的基岩上面，那就废了，好吧。这个地狱的话还是挺危险的，虽然这边的怪物很脆皮，但是我们没有盾牌啊，所以像什么小白之类的生物，还有苦力怕之类的生物，我们是防不住的。从主世界带一点方块，然后往远处搭，找一下我们需要的下界要塞。下界要塞里面的烈焰人也是比较好打的，它是原版的烈焰人，也是可以被我们一刀给砍掉的。这趟地狱之行让我死了大概6、7遍吧，地狱真的挺危险的，而且我们现在没有什么防护能力。然后我们拿完这些东西之后，再回到主世界打一个小黑啊，当下卑鄙的2格生物。那么我们的末影垃圾桶制作完成啊，不是虚空垃圾桶，说错了。把虚空垃圾桶放在焦炉的底下，然后连接一个管道，这里面的杂分油就可以导出来了。那后面烧煤的工作就可以正常运行了。我们需要杂分油的时候再另说，好吧？那现在主线弄完了，我们再去做一点支线好了。先做一点面团吧，之前想做三明治啊，一直没做。用大麦粉加上水做一个大麦面团，然后把这个大麦烧一下，烧完之后它就可以变成大麦面包。用小刀右键食物就可以做出一个烹饪台。在上面放各种不一样营养的食物，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非常好吃的三明治了。回复的饱食度也比较高。不过我们现在还缺了一个营养物质，就是乳制品啊。那个乳制品我们还在收集牛奶的过程当中啊，后续的话再添加。然后由于我们这个三明治是不能堆叠的，所以我现在打算做一个小背包来放这些三明治。背包的话需要用到一个织布机，再加上8个皮革，右键推2下这个织布机，一个背包就可以制作出来了。这个背包特别适合拿来放这些三明治啊，因为三明治放进去它是不会变质的。OK， 那咱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。现在这个日子也慢慢好起来了，渐渐脱离苦海了。这个群峦系列我打算先弃坑了，玩到后面的话，它做成视频实在是太难做了，而且难度也很大。我自己都已经开始有点玩不懂了，全程都是在弹幕小伙伴的帮助下面制作完成的，经常要录素材录到晚上1、2点钟，而且特别多的小伙伴反馈看不懂，因为这个题材做到后期，不看以前的东西是根本看不懂的，我没有办法在这一集里面就给他讲清楚，就这一集的素材就用了7个小时，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没有用的，而且因为看的人很少嘛，所以数据特别差。在这里向一直支持这个系列，然后在追更啊，或者是跟着玩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说一声抱歉啊，我暂时的话只能先做到这里了啊，非常抱歉，真的非常抱歉。那么我是小包，我们下一个系列再见吧，拜拜。